你的潜意识正在操控你的人生，而你却称其为命运。荣格和王阳明其实都发现了这个东西。王阳明其实是发现了人类思维里类似一种潜意识的东西对行动的影响。他讲的东西要是能够真的悟懂，立刻就能生出变化，当下就可以改变境遇，迎来每个人自己的龙场悟道。然而很多人错误地理解了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把这个逆天改命的无敌心法当成了萝卜白菜。今天我要分享的内容可能您从来没有听说过。通常我们都知道说知行合一，教之事行之始，行事之之成，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两句话我们最容易听到，但是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到先知而后行的陷阱里面无法自拔，一辈子在底层打转无法突破。如果是先知而后行，那阳明先生直接说就行了，干嘛要说知行合一呢？知行合一真正的意思是知和行是一体的，知就是行，行就是知。我们正常的思维是知道了才做，如果做不到，就是因为没有知，又打回到思维的局限里头，寸步难行。那既然是知等于行，那能不能说行等于知呢？叫行知合一呢？完全可以。陶行知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你反过来想，既然知就是行，行就是知，那我为什么不能够通过行来改变知呢？完全可以的。历史上的很多大牛，像汉代的汉文帝，宋代的赵匡胤，元代的忽必烈，清代的康熙，都是很年轻就莫名其妙坐上皇帝位置了，但是他们很快就适应和表现得很好。现在的职场也是如此，很多人说我就是个技术人员，不会做 CEO， 这辈子也做不了。但是很多技术人员当上 CEO 之后适应和表现的都很好，这就是通过行来改变知，这就是逆天改命的心法。你现在不是 CEO， 但是你想成为 CEO， 或者说想像 CEO 那样的工作，那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想想，如果你是 CEO， 你会怎么做？你就会发现你的工作风格就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 CEO 在问你意见的时候，你就立即会从 CEO 的角度上去提出具有价值的反馈。如果你多次这样做，或者次次都这样做，那你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任的 CEO。 王阳明说的知，说的是潜意识，或者说是一种感觉。他说的不是说你看一本书或者看我视频的这种知，这种知是需要理解的。他说的是真知，是说你打着电话也能知道车该怎么开，你听着音乐也知道自行车该怎么骑，是不需要有一种理解过程的，是自发的。知和行之间是没有时间差的，就好比你闻到臭的东西，你立马会厌恶，你是在闻到那臭味的同时就已经厌恶它了，而不是闻到之后又起了个心思去厌恶它。比如说你看到美女帅哥，在看到美色的同时你就已经喜欢上了，而不是看到后才又起了一个心思去喜欢它。知行合一不是一个方法，不是叫你知道了去做，
不是叫你把知和行统一起来。王阳明他是在描述一种状态，就是说这两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事物，是事物的两个面而已。就像人的脸，人只要一出现，必然有左脸，也有右脸。就好比如果你被东西扎了一下，被扎的这个行为和你疼的感受，这个疼的知是一个东西，是不可分割的，是事物的一体两面。上面说的是浅显的，如果你能够听懂的话，我接着说更深层的。比如你的大脑晚上知道该劝你睡觉了，潜意识那个真知这时候就会跳出来反对，他想再熬一会儿夜，刷一会短视频来满足欲望。最后你会发现大脑说了不算，还是得有潜意识这个真知做主，结果就是很晚才会睡着。比如你想去跑步，潜意识里马上就会产生累和疲倦这种坚持的痛苦的这种认知，跑步就会被搁置下来。记住，任何人本身就此刻，就现在当下，你现在都是知行合一的状态。你的行只能是你潜意识本身，潜意识表达出来的就是你的行，潜意识才是王阳明所谓的知。当然我这里用的潜意识只是一个很接近的概念，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真正这个东西其实属于佛家讲的莫那识，它是掌管每个人我执的，也就是除去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之外的第七识，就是莫那识。而第六识的眼耳鼻舌身意，最后的这个意，就是我们平时理解的那个以为的知，就是知道抽烟有害健康，知道早睡早起身体好，知道应该锻炼身体多读书的那个知。但是这个第六识的意识受第七识莫那识影响的，自己根本做不了任何决定。莫那识只执行人类的我执，就是那些贪嗔痴慢疑的人性。所以王阳明讲，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前一句说的有善有恶意之动，这个一讲的就是个人的分别，产生了每个人的我相，于是产生了善恶相。第二句知善知恶是良知，是说你得让第七识，也就是莫那识真正的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才是良知。比如这个莫那识，我们现在姑且叫它潜意识，它本身不知道跑步是好，早睡是好，读书是好的，所以你要修它。修完它，你就是心随心动，一切你想干的事儿就能干成。就像吃饭、睡觉、呼吸，这些事情都已经是知行合一的状态了，你觉得做起来难吗？所以王阳明的心学修的是这个心，这个莫那识。潜意识是可以改变的，也就是要治良知。它可不是现在我们理解的那个良知的意思，而是说能够达到满足我们本心，也就是我们的佛心，能够满足我们本源的阿赖耶识本源心得，那个真知才叫良知。然后你的行为就会自发的自己做到。很多现在你看来的难事，做起来就会像喝水一样，你会知道怎么喝，怎么拿杯子，怎么仰头，把心修好。人先是能做到行随心愿，随着规律如来，
事情就会引发质变，必然引发来境随心转。这就是每个人的龙场悟道，人会变得非常的强，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做到。王阳明也是这么嘱咐大家的。接下来我们往更深入的讲，能不能听懂就只能随缘了。大家想一想，王阳明当时在龙场躺在石棺里，心里想我一生琢磨了这么久，思考了这么久也没有成圣，反而给自己弄到了这么一个境地。后来他干脆不想，而是开始换位了。如果我是圣人，我会怎么做？他不再考虑自己应该怎修行成为圣人了，而是直接去做了。圣人的行为方向、行为标准他是知道的，他开始不管自己脑子里的东西和感受了，他直接照着去做，直接去模仿。后来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他从此开启变身模式。看似好像很简单，其实这里面极难。现在来给大家拆解一下。因为我们是知行一体的，我们所做的所有的行为必须由潜意识触发而来，人的行为不会脱离潜意识掌控，而王阳明不管了，直接把过程逆了。这就是8个式的玩法。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点能帮大家领悟到这个心法。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的人生就是一个游戏里面的角色，一个小人。那么这个小人在游戏世界里，他无论怎么想，做什么决定，都是真正那个背后玩家在创建他的时候给他设置的属性就已经决定了的。就是说，这个小人无论他怎么想，怎么做决定，并不是他真正自己做的决定，但是从他自己看来是自己做出来的决定，但实际上他永远突破不了他的思维设定范围。也就是说，他今天一定会这么想，今天一定会这么做。这就是当时王阳明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他发现自己怎么格物，怎么想，怎么修自己，都还是那个小人。他这个小人属性就只能是这个。比如我们暂且管他叫 A 属性的，他想突破，想改变这个小人的，比如说攻击值、魔法值，这个上限他就是改变不了，因为它只是那个初始 AI 参数的执行程序。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初始 AI 参数的执行程序，是无法通过思考改变参数的。但是这时候如果有一个 B 小人，他执行的是圣人参数，就是说攻击值、魔法值都比王阳明这个 A 小人高出很多。王阳明他破局的做法就是B 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如果我所有行动上都跟 B 一样的话，那我本身不就是 B 了吗？还修什么心，还隔什么物？这就一下突破了他的执行程序，一下就破局了。他顶着他心理上的不舒服，他啥也不管了。当他照着 B 的行为去做的时候，他肯定自我感受极其的难受，因为知行是一体的。他做出模仿的那个行为的时候，本身这个行为就不是 A 小人这个参数能够做出来的，所以他肯定浑身不得劲。但是反过来，他这么做之后，那他也就已经不再是他了。这就是通过行为反向突破认知参数，因为知和行本来就是一个事物的阴阳两面，
行改变了潜意识的知，跟着就改变了。这才是王阳明真正想说的，也是具体执行路径。人的思维路径是由感官到我们的大脑，再从我们的大脑到王阳明所说的知，也就是潜意识。这个潜意识的知表现出来就是行动，因为它们知行一体。平时我们是单靠大脑这一层的意识，也就是第60眼耳鼻舌身意里最后一个意，这个意识去理解事物，这样根本就没有用。我们是要训练潜意识的改变，才可以改变行动的。但是因为潜意识自我无法突破自我的思维参数设置，所以必须通过反向的行为去改变这个潜意识的知。荣格说，你的潜意识正在操控你的人生，而你却称其为命运。所以王阳明的心学实际上是改命的东西，所以当他突破参数改命后，他必然就会和庄子、禅宗、道家一样悟到世界本源，心源一物，万物一体，参透整个世界的运行规律。什么是王阳明说的良知？现在你能够接触到的解读，大部分都是被有意曲解的。不虑而知为良知。什么是不虑而知？就是你打着电话见到旋转门也知道怎么进去，就是羽毛球运动员握着球拍的时候。良知是真正的知，是我前面讲的类似于潜意识的东西，它也叫莫奈识，绝不是现在人们理解的所谓的对的、好的一些道德层面的东西。接下来的内容会颠覆你以前的认知，你要认真仔细地理解了。你知道吗？你的思维和行动其实一直在欺骗你。人一直以为自己是通过意识、想法来控制自己的，其实只是一个假象。我们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当我询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某个明星的时候，比如说周杰伦或者刘德华，或者你自己想一个你喜欢的明星，你会开始思考，可能是因为某个演唱会看到他，或者可能是因为某一次电视采访，又或者是当初听到他某一首歌的时候那个心情。然后你现在能不能给我一个答案？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这个明星的呢？其实无论我等多久，无论你给我一个什么答案，其实都是错的。因为比如说当他开演唱会的时候，你当时一定在全神贯注，享受热烈在其中。比如说他在电视采访的时候，你肯定在非常高兴地去了解他。比如说在听到他某一首歌的时候，你可能当时在回忆往事。任何一个你给出的答案，当时你都没有考虑到你喜欢他这件事儿，但是当你给出了我一个答案后，你就会开始相信你的答案，你就会确定你是那时候喜欢上他的。而事实上是你是先有了喜欢他的感觉，然后这个感觉会驱使你的大脑去行动，去思考，然后思考出了一个你喜欢他的理由，也就是产生出了这个所谓的意识，然后你也就相信了，你就会真的认为你是因为这个理由去喜欢他，然后你就会相信你确实是通过意识和思考在自己控制着自己，在主导着自己。所以你现在是不是多少能有一些理解，就是你想到什么其实都不是你能控制的。大家要记住，
决定一个人行为的就是那个感觉，此时此刻的感觉就是此时此刻的知，它发于瞬间又转瞬即逝，只存在于此时此刻，没有过去未来。为什么你失恋了，说什么道理都没用，怎么说服自己的这个人不值得都没用，因为你的知是你的感觉，不是你失恋的时候告诉自己的意识和思考。你只有改变你的感觉，你才是真的知道了。那么怎么改呢？你的行会成为你未来的知。本来你下班回家独处会开始难受，但是当你今天在这个曾经2个人的家里做了其他的事情之后，明天你就会好很多，因为这次在这个环境的行为，下次再到这个环境，你的感觉就会被上一次的行所影响一些，也就是你的感觉被上一次的行为影响了。不管是面对一个人、一个环境、一件事、一个问题，这些都算你的知，都会让你联系到上一次的行。知从来不是来自于你的意识和思考，你的知来自于你上一次行为对环境媒介的改变，从而你的感受改变了。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的对象给你送了一个礼物，你看到那个礼物你就想起了他，这只是一个开始。礼物这个环境媒介一开始的确能让你想起他，看到礼物你就想起他，这由不得你选，你肯定也会想起他。但是如果礼物整天摆在你房间里，跟你后来的其他行为融为一体了，这个环境媒介对应的信息就被替代了。后来你看到这个媒介，你也就没反应了，你就不一定能想起你的对象了。你可能会跟我说，那是因为我时间久了，所以我的意识忘记了这个事儿。其实你错了，你想不起来是因为你以前的感觉被新的行为改变和替代了，跟时间完全没关系。我刚才说过，你的知识没有过去、未来这个概念的，你不是因为时间久了你忘记了这个事儿，这是意识给你的骗局。不信你去想一想，你去找一首很早很早以前听过的，但是后来没有再听的歌，你去听一下，当初那种感觉就回来了。不过你要是天天听这首歌，那种感觉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就被现在的感觉替代了。人的一切行为驱动的都是感觉，也就是类似于潜意识的那个东西。准确地说，它叫莫内识。你的阅历积累并不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你只是不断地替代了自己的低级信息，不断地替代了你对一件事、一个人、一种东西的看法。其实人只有一对应的感觉，你要记住，是感觉是莫内识一直在决定着你的意识和行为，时间只是人类意识里创造出来的逻辑工具，而遗忘的唯一原因其实是替代。王阳明的悟道其实是通达了佛道的东西，而不是儒家的东西，是心猿意悟，是道家的混沌，是佛家的一叶一菩提。他的心学其实对入世、成事是非常有用的。如果你能够理解，能够找到自己的那个感觉，而不是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个意识，那么你真的想做什么你就能够做到。当下即放下情绪感受，可以心随心转，
王阳明其实就是发现了人类思维里潜意识对行动的影响。其实就是说，在人在应物的时候会有那种不自知的自动化的反应。我们以为很多的决策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实际上都是按照潜意识的这个系统参数的设定去做的行动和决策。这些行动、反应和决策一旦连续起来，你想想，是不是就这个人一生所谓的命运了？这个道理你今天要能明白，整个生命运行的解码就算明白了。如果你能反潜意识的这种自动化，等于你就是自己在给自己改命了。为什么说那些觉醒的人、悟了的人命都算不出来？就是因为他们不是自动化的反应，所以你预测不了。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出生在酗酒、暴力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和一个出生在平等、尊重家庭长大孩子，他俩之间长大的因物反应天壤之别。你看几代家族的这种基因记忆、焦虑、害怕、文化引导是不是都刻在这个孩子的潜意识里了？但是他在做决策的时候和我们一样，都会觉得这些东西是他自己选择出来的，实际上他就早在那个控制下完全自动化的、被动的。潜意识其实主导了咱们的社会惯性系统，任何的外边这种风吹草动都会调出你的情绪感受来。接下来说一下这个形成路径。我们的潜意识把教育、经历、思考、平时获得的认知，再加上我们现在的这种社会文化习惯，它全都给串起来了，就共同构成了影响和主宰我们身体的这个惯性系统。这个系统能控制我们最大的武器，其实用的就是情绪。情绪就是它的杀猪锏，基本上每次都能灵。我们其实一点招也没有。你可以想一下，比如说你以前下决心减肥，最大的阻力是不是每天不想这个起来的这个念头？做交易的时候没有办法执行以前定好的这种策略计划，是不是因为人性恐惧、贪婪这种情绪？再比如说我们做买卖，刚开始认知水平都差不多，然后每个人见人待物应物都差不多，但后面就不一样了，因为情绪不一样，觉得这个人不顺眼，有时候觉得我跟那样的人相处我才舒服，然后因为各种情绪因物的策略就不同了，那最终大家命运也就不同了，然后就有人开路虎了，有人可能啥都不是了。其实潜意识的这种分别会产生我们人生因物理结果的完全不同。比如说你看有些人在外边挺容易急的，说话声音嗓门大，愤怒，这种就是喜欢外显一下自己的人。这种人其实潜意识里就是恐惧和不自信的问题。还有些人偏向于妥协，讨好别人，压抑自己，这种就是潜意识里有自卑感和自我否定，最后展现出来完全就不一样。所以哪有什么自我选择，潜意识就直接带来了行为决策了。这就是知行合一，知就是潜意识，就我之前说的莫奈识，行就是应物的决策，知行本来就是一体。人在任何时候其实都是知行合一的，都是浑然天成的。一阴一阳谓之道，
这个并不存在先知后行和先行后知，这都是后人对王阳明这个思想字面的解释。你现在拿到结果的背后，就代表你修潜意识的水平。你想想，如果能重塑潜意识，其实就是可以直接改变命运的。那怎么重塑呢？举个例子，你本来定下来早上6点钟起来跑步，但你今天没起来，你会想今天外面特别冷，我今天有点不舒服，我是不是少跑1天也没事？然后你会发现，其实这时是你最终会自洽的。有没有发现所有事你都会自洽的？其实你的潜意识情绪就是通过消耗你的专注力才破坏了你的命运。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回忆一下过去没有做好的事情，每件事其实都是因为被情绪从你专心做这件事里被打破了。一旦被打破了，你会发现你做决策就没了心流，而你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决策里面就是有情绪影响了，那它自然就不是客观的，自然也就不正确了。为什么乔布斯、马斯克这些人为什么老去跑去冥想？就是去提升他的专注力，他就是修炼他的潜意识，别影响他的事物的决策。不管跑步还是做其他的事，你的这次的专注力如果让潜意识给影响，相当于你的能量就被他给吃了。那下一次你潜意识能控制你的力量就更强了，你就更的受它影响，就是变成了自动化反应了。不就是提线木偶吗？我到现在跟你说的还只是第1层，还有第2层。比如说，一旦你这次跑步没成功，不管你内心怎么自洽，但你其实真正是知道你得坚持跑步的，就是王阳明说的这个良知。当然跑步这个事儿比较小，如果咱们说其他事儿，你就已经产生了负面情绪了。你会说我怎么这样？你开始指责自己了，是不是焦虑就出来了？人就容易陷入到负能量，每天的状态就会比较差，严重一点的神经症就出来了，焦虑、抑郁、强迫就出来了，就指责自己，不满意，为什么这样？这就是潜意识这种自动化带来的第2层伤害。也就是说，潜意识控制这个系统自动化参数，会训练你成为，或者说让你成为更强的一种执行程序，并且通过这种自我否定和自我评判的这种负面情绪，会对你在应物和决策上产生很大的影响，然后就形成了可以控制你的这种恶性闭环了。一旦进入了这种恶性闭环，它就可以把你不断地往更强的版本迭代。如果我们被进化到更强的版本，人生就越废了。比方说，你观察社会上那些混得特别差的人，他混得越差，你会发现他的下一个动作你越容易判断，就是因为他版本太强了，它都是自动化的反应，很容易判断对不对。佛陀讲本自具足，老子说富归于婴儿，王阳明说的是无善无恶心之体，不都是在告诉我们的回到我们最初的本心了，回到最初的原始版本，别迭代了，得找到我们真正的那个我。佛其实老跟我们说无我无我，不就是说让我们找到本我吗？无我才有本我，才跳出来
这样才能有这个专注力和心流，才能看到事儿的本质。有缘之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请以点赞回应，回复一句知行合一。愿你在人生道路上砥砺前行，显化丰盛与富足。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积累无量功德。